之王。今天特意早起来老城区吃碗面，来这家试试宜山熏油面。熏，一种野生菌，常熟特产松树菌，这碗面就靠熏油做浇头，很鲜，是那种山珍的味道，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，总体吃起来比较清淡。所以我加了一份爆炒鱼肚。对不起，我破坏了它的清新淡雅。油炸过再炒的，还蛮入味，挺好吃的。哦，谢谢，是老板好像看过我的视频，送了份鲍鱼和素鸡给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鱼肚夹着面吃，和本地人混在一起吃面的感觉还真的挺好的。分享给全世界这个酸辣凉面的做法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！简简单单的拌面竟然会这么好吃，关键做法也是极其的简单。最开了把面条丢进来煮熟，把它们全部捞出来丢进冷水里，这样面条会更劲道。接着再来调一个拌鞋底都香的小料汁，碗中放葱花、蒜末、芝麻、花生碎、辣椒面，翻拌均匀，用热油一铺，瞬间满屋子里都是香味。接着放生抽、老抽、香油、陈醋、蚝油、白糖提鲜，鸡精提味。配比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大家记得截图保存一下啊！把小料汁往面条上一淋，快速给它搅和均匀，让每一根面条都吸满着浓浓的酱汁。我的娘嘞！咱就说这谁吃谁不香迷糊啊！好，那就来一碗无肉无蛋的素面。胡萝卜切成丝备用，青菜切碎备用。锅中油热倒入葱花，炒出香味，再放胡萝卜丝一起翻炒，加适量清水煮至沸腾，再下入面条煮卤，最后撒入青菜碎，再煮1分钟即可。热腾腾的面条出锅了，偶尔给宝宝来点速食面，清清肠胃也是很不错的。清淡的一碗素面，也可以吃得饱饱的。宝宝今天吃的超满足，赶快就给宝宝吃吧。尝一下我们陕西的特色小吃酸汤面。先来炒一个素臊子，油热倒入豆角和葱，翻炒一下，倒入土豆、胡萝卜。我炒菜比较简单，放盐和鸡精炒熟，出锅。酸汤面的灵魂就在汤上，油热倒入葱姜炒香，再来点醋，把醋呛香之后呢，加入1大碗的清水，来盐、鸡精、花椒面、生抽，煮开之后煮个1分钟，这个酸汤就调好了。水开呢，下入面条，把面条煮熟，捞出来，直接捞入碗中就可以，放上配菜，浇上酸汤，最后再来点葱花。这一碗酸汤面下去，给啥我都不和你换。太这脆菌子，还有这米，阿拉侪没付钞票哎。因为这个用扫码，等那些阿拉自家在扫码去买，是不是很有禅意呀？在上海必须要吃的一碗素面，今天要打卡的是荣华素斋，先吃面后付款。最近排队吃龙华寺素面的人还真心挺多的，但是不要被这样的队伍吓到哦。当你排到能拿免费茶饼的时候，就代表着你快要吃到素面啦。那么长的队伍也就用时15分钟。我拿一下雨。2碗素面一共消费30元。这是有米筋，这里有参，还有蛤蟆和胡萝卜，还有欧巴叶，还有香菇，料还是蛮多的。面条非常爽滑，口味是偏清淡口的，一点都不油腻。你们一定要试试他家的这个豆瓣酱，拌在面里激发豆豉的香气。厉害。记得扫码买完单后，自己的餐具要自己回收哟。胡萝卜、玉米、芹菜，大概把它们都切成块就好了。加满水，炖1个小时，高汤也炖好了。炖好的高汤加盐调节咸度，下一步素浇头。冬笋切片，加盐焯一下水，去除它的涩味。超市买了的杂菌包，洗净泡水，泡出来的水可以留着，油也不用太多。好香，怎么有肉味呀？这就是菌类的魅力。在房车上做斋面，放几粒冰糖，用盐和生抽调节咸度，该加的配料加进去。鲍鱼金锅汤，加点水吧，真的好简单啊。加进去煮熟就行了。煮好的面条码到碗里，加入蔬菜高汤和素浇头。哇
好香，油污的味儿贼浓啊！你给这里放海绵干嘛？这不是海绵，这叫竹笙，是最好的。竹笙，妈我吃。妈妈，这也是我一辈子吃一次的吗？这个你可以经常吃。哇，那教程我出来之后，你就照着学就行了。一款最经典的清汤面做法，做出来还是老味道，特别的好吃，也非常适合平时上班的朋友们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是一款不错的懒人早餐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准备一把细挂面，起锅烧水，大火把水烧开。准备一把小葱，切葱花，切好后放入碗中。接下来调个清汤面的汤底，碗中加入食盐，少许鸡粉。适样胡椒粉，加入少许生抽，然后加入清汤面的灵魂猪油，加入了猪油，这样吃起来更香。虽然没有猪肉，但是还能吃到肉香味。水烧开后，舀适量开水放入大碗中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使调料搅拌化开，然后下面条，用筷子轻轻搅动，让面条受热均匀。面条烧开后加点冷水，这样煮出来面条里外成熟度一致。面条再次煮开，再加1次冷水，这样煮出来面条爽滑筋道会更好。老话说3开饺子2开面，用我这个方法煮面条，爽滑筋道，超好吃。面条不要煮的时间太长，否则口感就不筋道了。水再次烧开，煮成面条，没有硬心就可以了。捞出放入碗中，一道简单的清汤面就做好了。面条爽滑筋道，汤汁鲜美好喝，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7种汤面做法，最后一种绝了。第一道，热油里放毛毛盐，再打个鸡蛋，不到2分钟就能搞定一份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美食。煎好的鸡蛋倒适量的开水，再放一把面条。面其实大家都会煮，关键是面汤的搭配。1勺西红柿、葱花、香菜、紫菜，调味加盐、生抽，再来点猪油，1勺虾皮，来2勺煮面的原汤。这样做的清汤面，不管是当早餐还是夜宵，既省时间又好吃。第二道，下班回家不想做饭，就来碗酸汤面吃吃吧，酸辣过瘾，越吃越想吃。碗中放蒜末、葱花、辣椒粉、黑芝麻，淋上热油，加生抽、香醋、盐、鸡精、白糖，水开下面条，有条件放点青菜，趁它不注意舀2勺煮面的汤到碗里，放煮好的面，加青菜和老公不爱吃的鸡蛋，简单又好吃的酸汤面就做好了，你也试试吧。第三道，孩子早餐不知道吃什么，试试这个番茄鸡蛋面，汤酸开胃，孩子吃了一碗又一碗。3个鸡蛋打散，油热下锅炒熟，炒散备用。葱蒜末炒香，下入去皮的西红柿，加点盐，西红柿才能更快炒软，炒出汁水，加入适量开水、生抽、蚝油调味，再下面条煮熟，放火腿、鸡蛋、小青菜，这样做的番茄鸡蛋面条，全家人抢着吃。第4道，家里有小孩上学的，一定要学会这碗清汤面，好吃又营养。碗里放西红柿丁、葱花、香菜、虾皮、紫菜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。锅中打一个鸡蛋，煎至2面金黄，加入开水，下面条，有条件的再放2颗青菜。煮熟后舀2勺汤放碗里，再放入煮好的面条、鸡蛋、青菜，简单好吃又营养。第5道，酸辣开胃的热汤面，天冷了来一碗全身热乎乎的。碗中放葱花、香菜、榨菜丝、生抽，多一点陈醋，1勺老干妈，1勺辣椒油，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，淋上点香油。水开下入面条，有条件的多放点青菜，把面条煮熟，舀一条面汤浇碗里，挑入煮熟的面条。这样做的热汤面，酸辣爽口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第6道，面条的做法有很多种，这个芝麻叶糊汤面是我们河南人冬天最爱吃的面食之一。天冷了喝一碗，浑身暖暖的。油热，倒入葱花、干辣椒炒出香味，再放少量面粉，把面粉炒出面油，这是糊汤面好吃的关键。然后放入芝麻叶、黄豆芽、胡萝卜，简单的翻炒几下，加入适量清水，调味加盐、13香、生抽、老抽，煮开后下入面条煮熟。提前准备好的韭菜、葱花加盐、鸡精，淋上芝麻香油，搅拌均匀后倒在煮好的面条上面，最后撒上一把炒熟的花生。这样做的芝麻叶糊汤面比大鱼大肉还好吃。天冷了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第7道，肉丝炝锅面的家常做法，鲜香美味，3碗不够吃。切好的肉丝加生抽、老抽、胡椒粉，少量淀粉水，抓匀腌制10分钟。热锅凉油放入肉丝，化散炒至变色，然后放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炒出香味，再放西红柿和喜欢的配菜，翻炒至断生，加入适量开水，下入面条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13香、
少许老抽，最后放点青菜，撒上葱花，这样做的炝锅肉丝面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